观众朋友们，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武术新传遇见长茂老师》。今天非常的荣幸，我们又再次邀请了武术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探讨武术各方面的学问。在开始前，赶快先跟武术大师陈老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老师好，观众朋友你们好。好，老师，这一题是好题目了哦。老师想请问，姓名有没有简体、繁体，有何差别？简体、繁体，这到底在我们以姓名学，您的这个生肖姓名学来说，简体、繁体到底有没有差别啊？拜托您一下，谢谢。老师经验很丰富，丰富在哪里？内陆客人也多。那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大概简体字都是以大陆那边的字体为多，所以那边的客人写出来，我一看哦，大概写的简体的多。但是老一辈的东南亚国家的，他们反而写繁体字。那到底在整个生肖姓名学里面，要以简体字论还是以繁体字论？像大陆里面用的庆祝的庆，庆祝的庆，它底下是一个犬。对。那老师曾经尝试说，这一个字到底是长龙还是长狗？对内陆的人，他们的身份证出来，我会好奇说，那你们的身份证是不是用这一个庆的简体的这一个写法？他们说是。我在论述的时候，尝试用里面藏一只狗来跟他论，他们还觉得好像是这样子哦。可是繁体字里面它是一个陆字部首的头，对，我要用陆字部首来问他，他在表达上，他也说对，那犬如果在里面的话，他心境的感觉，我用犬来狗来跟他论，他也说对，所以用这样的角度，我就发现到我们大陆那边的同胞，他们表面上给你看到的，跟他们自己心里的感受，有些人它会有落差，所以我们繁体字跟简体字在生肖姓名学里面，老师从东南亚几个国家里面在论述，因为东南亚几个国家里面，除了新加坡的华人，他们的户政有华文，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这些，他们的户籍里面都没有华文的名字，所以这一些国家的人，因为他的户籍没有华文名字。就算他写给我的是简体字，但是我在论述还是以繁体字来论。是。那内陆那边，因为他们的户籍都是以他们大陆的那些字体，大陆的字体不叫简体字哦，是他们别开一张的字体，所以他们造了这个新的字体，有些时候还要以他们的简体的那些字体来做一个论述，所以才发现到我们大陆的同胞跟我们这边的同胞本身在行为表达上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有些嘴巴告诉你都没问题，没问题，后面就问题一大堆，不像我们说，哎呦，这个我不会，对，所以就不敢承担，所以你就知道说，勇于承担，不见得一定没事，所以你就知道说，姓名在服饰包装的角度来解读的话，表跟里还是会有一点点落差，是，就好像老师您刚刚讲到说，你问他这个用庆。这个繁体字来，他也跟你说对。那你用犬来跟他解释，他也跟你说对。那到底是哪？国家的国里面是一个玉字部首，是，所以国家的国在他们大陆那边，玉字部首代表他很执着、很尊贵。所以有些时候用国在中间的人，表面上讲的跟实际上他自己决定的还是会不一样。所以这两个字我们最常看到，国家的国跟庆祝的庆。这两个字光表里就落差很大。好，非常谢谢老师帮我们这一题专业的解答，因为这一题也只有生肖姓名学的原创者才能给我们这个好的解答了。再次感谢老师你的时间，谢谢老师。好的，各位朋友，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这一部影片，记得把它分享出去给更多的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认识陈茂老师哦。但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武术方面问题，都欢迎直接在底下留言、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那我们期待下一支影片见，下次见，拜拜，拜拜。